哇，你这不愧是新买的车哦，开的这样子小心。最近是啥好日子不成？工作室的另一个小伙伴也提车了，绝对没有事先安排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他是去年6月份下的定，尊贵的首批车主。话说上期极客的视频出来之后，还是有蛮多讨论的，里面提到的那些车机 bug， 上市1年多都没有修的，一口气全修了。车模按钮不会消失了，雷达不延迟了。小航灯隔了1年多也加上了，真别说，整个体验就好了很多。还真有工程师看到这个视频了。总之之后的视频我也一样会去聊一下这些比较细节的体验，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。这台车的外观，小伙伴们怎么评价？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它跟街上跑的99%的车都不是一个风格。有些车搞得很酷炫，有些车很运动，但是可爱的就没几台。可能很多人对 Smart 印象还停留在上代剁椒鱼头的时代。你看这台，我给这车头标上2眼睛，直接拿去赛车总动员都没有毛病。咔嚓！而且我很喜欢这个 logo 设计，要是巴博斯版，它就像是一个扣子，把帽子扣在车上，超级可爱。感觉 Smart 是真的打算把年轻可爱这种元素贯彻到每个边边角角去。你听一下这些音效，可爱呢。你再看一下这个 logo， 加9万。你看这个高贵的奔驰。style 的白，你看这个语音助手，我也正想你呢。而且它还够小。这么说吧，那极氪001能同时出现在它的左右后视镜里。但是这次它的车主其实是个男生，你说他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就成为了 Smart 头号密友的呢？让我坑坑。等等，正式看车之前，我真的很想问一下，非得搞这种梅赛德斯操作吗？你看这有多少个版本？第一种高配的座椅还是3种不同的材质，而且别看选配置栏啥也没有啊，因为座椅通风、方向盘加热这些东西，你得在车机上面买。你看啊，这个前排座椅通风月包是199，年包呢就是599，你要永久的话呢就是1999。我甚至还可以给这个精灵给换个皮肤，戴个帽子，你这个头戴的蝴蝶结很可爱吧？9块9，不贵。然后这个白狐这个皮肤挺好看，29块9。这台车作为半个新势力吧，行车记录仪居然是外挂的。这就算了，你好歹把线头买好点吧。为了看看车主们都在关注什么东西，我还加了一些车友群。别说，还真感觉那个氛围跟其他车友群不太一样，有研究香氛的，有研究遮阳板的，最夸张的是还有人花了3个小时缝方向盘套，还真是有耐心。回到车上，想先给大家看一下内饰。如果简陋算一种风格，豪华算一种风格，那它的风格我还是第一个能给可爱这个评价的。这套内饰和之前的 Smart 完全不一样，反而更有奔驰的味道。按金色的仪表台一直延伸到中央扶手箱，盖上盖子之后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，而且这样的设计还让中央扶手变得更加细了，又偷了一点空间给坐。储物空间该有的还是有，我就很喜欢把雨伞放在下面这个镂空这里。而且人家这车也没有很大，对吧？未来你咋就没有副驾手套箱呢？容易摸到的地方都是软的，像门板这些不经常摸的地方就是硬的材质，合理。之前我还买过一个金色飞贼，放在理想上哪儿都不好看。别说，放在这里就很 OK。把太阳一关，效果更好。你看迎宾灯，各种氛围灯。连空调出风口上面都有，正品奔驰没错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还没完，副驾这里有一条暗暗的装饰光，打开门，脚踏板也有。解锁车辆 ，logo 还会亮一下，充电的时候 logo 还会配合的闪啊闪。还有个重点，发光大逼测。就是不知道你这逼测是正版还是盗版的，最好是盗版的，音质比较好。其实你别说，这音质还真可以，至少比想象中要好很多。不过 Beats 音箱还是建议别开 Beats 模式，声音全都集中在前面，后面感觉像空的一样，沉浸感弱很多。Beats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哦。别说，看完外观内饰，我觉得已经只会打扮价格了。很多人他也分不清楚底盘到底散不散，什么叫路感，什么叫硬。有时候买车就是这样，只要过得去，可能一个够戳的外观，一个心动的配置，就是最终下定决心的临门一脚。精灵1号这个设计还有猛男配色，这有啥
啥好挑的。 Shut up and take my 不 money. 过内饰虽然好看，但老实讲实用性有点问题。首先收纳空间很得细，车门这边没有小槽，有时候想放个口罩啊，放个手机啥的就巨尴尬。而且门板还斜下来，好看是好看了，手一放上去就滋溜下来，根本就没得搭。尤其是坐副驾的时候，中间这里被主驾用了，右边又没有位置，要么插杯架里面，要么就拿着。更尴尬的是，这个门把手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，很费劲的，好吧？ 如果你选的是白色内饰的话，确实是好看，但是反光问题也很严重。如果大太阳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买一个官方的遮阳垫，我就买了一张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还没有我的鼠标垫大，刚刚好能把正前方的视野清出一块来。 要说白天仪表反光，晚上氛围灯就反光，好几次我还以为那个氛围灯是一辆车。这个车机和内饰也是异曲同工，这界面整个就是那种很卡通、比较清新简约的感觉。设置界面也挺流畅，功能上要说其实还是挺全的，辅助驾驶、泊车自动刹车、自动泊车，甚至还能下车后自动泊车。但是实际效果，他去哪里啊？不是。 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的。妈，是他，然后看这个，这还信吗？确实有点。其他的车机逻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举个例子啊，桌面上一个大地球，这里是去常用地点，这里是去找充电站，这里是找停车场。那你猜猜最常用的回家在哪儿呢？哎。 对，这个 Go Home。如果哪里也不想去，只想打开地图看一眼呢，在顶上这里，真的想查询一下设计师的精神状态。手机的蓝牙钥匙也是基本用不了，每次都要手动点击连接，连接之后可能还会转圈圈。每天罚站一下。更离谱的是，还有一次在工作室小伙伴出去，还当众失联启动不了，硬是在车上傻坐了半个小时。 我们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给你们的手机再授权一个临时钥匙，然后用你们的手机来解锁，看能挂档。哇，车终于会动了！哇，原来车是会动的呀，20分钟就能开了。我操，这就是新势力吗？爱了爱了爱了！这只是最高血压的2个点，日常使用的时候，像车机重启呀、辅助驾驶不停使唤这些，也经常出现。 哎，说到这里，我打算之后加入一个环节，就是停车环节。先别乐，我知道我很菜啊，但是不同的车其实倒车体验区别非常大。做得好的呢，又大又清晰，各个视角随心切换；做得差的模糊不清，切换摄像头像发射导弹。车子的大小、转弯半径这些也有很大的影响。这里面反映的问题肯定比小伙伴们想象中的要大得更多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倒车的界面啊。 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都很清晰，完全够用的那种水平。就是你切这个视角，还是得去这个2级菜单里面去切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盲区视角，我左前，但像它这些标线啊、轨迹啊，这些都还蛮清晰的。哎，它这个车本身比较小嘛，所以说它转弯半径真的好小啊。就开惯了理想之后，开这个车感觉哇，好操作。 有些小伙伴应该知道，这车和极氪001还能攀点关系。极氪001是浩瀚架构的第1台车，这是第2台车，而且他们都是吉利旗下的。别说极氪车主也又受到了一点点 smart 震撼，熟悉的幽灵刺客，熟悉的敬请期待。把摄像分一看，好家伙，完全一致，甚至可以互换。但就是不给你用，把极氪的胶囊怼进去，直接爆弹窗。 甚至啊，充电地图上显示的极氪充电桩，直接就是 Smart 的 logo。哎，想用啊？亲兄弟明算账，交钱。话说过段时间极氪 X 出来，不知道咋样，好像价格和体型都差不多，到时候也可以试试看。那你说这用起来哪儿都不顺手，买它的人是小可爱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是浩瀚架构的功劳啊！抛开车机体验不谈，坐起来、开起来的感觉还真挺不错的。虽然它的体型不大，但这台车的定位是 SUV， 座椅也确实是很有 SUV 的感觉，坐垫和地台的距离够高，腿放着比较舒服，头部空间很大，可以调腰托。交钱之后就通风和加热。
在它这个定位，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。这个情况下呢，后备箱再放一个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这后排座椅是可以滑动的，就算要坐4个人，也可以偷一点空间给后备箱。调一调手动的方向盘，开起来的感受还挺分人。一个人的时候会感觉车比较紧绷，开起来的感觉很灵活，很干脆，油门很线性，刹车灵敏，上手真的很简单。2个人的时候呢，副驾感受比较硬，但是不晃不散，大震动化解不错，小震动忠实传达。闷闷的声音还真有点极客那味儿，但是后排着实差了不少。坐的位置很靠近后轮，颠簸感会比前排要放大很多。前排小小的颠簸，后排直接弹起，甚至稍微不那么平的高速，看手机都会吃力。一般来说，坐2个人以内是它最合适的状态。也确实啊，电池只有66度电，日常续航也就差不多300-400公里，本身就比较适合城市内通勤。电池小，加上14左右的电耗，随便 NTR 一个桩，从28充到85也就30分钟。足够优秀灵活的底盘，好开好坐，搭配可爱的外形、精巧的内饰，真要挑几个缺点的话，首先还是车机。如果不是特别在意这点，像这位小伙伴当时首发落地21万多顶配，现在这个时间没有国补，没有首批的优惠，来来去去顶配要25左右的价格，确实是有点小贵了，我觉得可以再等等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我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